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月经、痛经。月经呢，实际上是上帝给女人的最好的礼物。每个月的月经是排出淤血的最好的时机，所以你看，女人的寿命往往要比男人长一点。西医一般说的痛经呢，是指那个月经前后或者月经期出现了那个下腹部的这种疼痛、坠胀，伴有腰酸或者其他不适。它呢，把它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。原发性呢，是指没有那个器质性病变的痛经；继发性呢，有器质性病变。你比如说那个盆腔的那个器质性病变的那种子宫内膜的异位，但是我们中医来说呢，痛经不这么分。你看月经期、月经的时候，它引起的那个症状是千奇百怪的。那不仅是痛，有时候你比如说大腿也会酸啊，然后有可能消化功能都会受影响啊，有可能胃痛啊，有可能有全身的那种疼痛啊，都会出现。中医说起来，那就是按症状来看，如果你痛，那就是月经，那就是痛经。因为有些原发性和继发性它很难分。你比如说子宫，比如说某些肿块，它今天有，有可能过几天就没了，一过几天又出来了。那你说这个是原发性还是继发性？所以我们不去管它这个机理如何，我们主要是看如何去解决这个痛经。痛经呢，它主要是血虚引起，然后呢继发这个淤血，然后呢再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。我呢把它分为三大类来进行治疗。第一类呢，它是种一般的痛经，我把它分成一种呢是实就是如果你去做那个超声波，你看得出它有东西，有肿块，有肌瘤或者有囊肿。虚呢没有东西，你比如说一般的盆腔炎，然后呢这两种呢小便呢都有可能不大好，然后虚呢大便也比较烂。好，如果我们实呢，我们用什么呢？用我们最常用的桂枝茯苓丸。虚呢用当归芍药散。大家记住，这两味药如果用准了，效果是非常好。桂枝茯苓丸它简单的，那你桂枝呢，一般小便不利的人，他基本上要用桂枝，包括那个茯苓也是小便不利。当然茯苓也是疏通那个三焦系统的一个非常好的药。然后肚子痛当然加芍药，血瘀的话，那当然最常规的一冷一热，一个桃仁，一个丹皮。然后虚症用当归芍药散的，那前面这个药呢，它是针对虚症的，它非常柔和，它不攻实，不去进攻那个实，所以很多人即使是怀孕的时候，它也可以用。它血的方面呢，它用了当归、川芎、白芍，白芍重用，因为肚子痛嘛。然后呢，气药方面呢，它用了茯苓、白术、泽泻，因为你小便也不好嘛。这个是第一类一般的痛经。第二类呢，我把它分为什么呢？就是剧痛，月经期剧痛。这个我这里有个案例呢，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，他产后几年他痛经，他痛到什么程度？他痛的发作的时候，他只能趴在地上，不能动。你看看这个厉害。然后中医里面说这种剧烈疼痛的，基本上把它归到那个淤血这一类的。淤血急性发作，这种情况下，一般我们用什么呢？用桃核承气汤。
那这种因为淤血这种病人，往往他大便也不大，他的往往还发作的时候呢，这种人会伴有出血，然后这种我给他归属这个脏腑的话呢，这个是应该是归入肝木，然后注意这个药是什么时候用的？是急性发作的时候用桃核承气汤。急性发作啊，这种病人呢，注意在发作的时候，痛经发作的时候，用桃核承气汤的同时，我们平时我们要给他用当归建中汤，因为它有个虚的理在里面，它的中、它的木、它的肝，它平时呢是比较虚寒的，所以我们用当归建中汤。当归建中汤那比较简单嘛，它是桂枝汤打底的。补充一句，刚才这个人病例呢，他还有子宫萎缩。中医里面经方里面远古中医里面说到萎缩，子宫萎缩或者是其他的萎缩，或者说到人很瘦，那是用什么呢？用桂枝汤。桂枝汤因为是加强循环系统，血液循环系统，所以这个药当归建中汤实际上就是补血的当归加上桂枝汤，然后呢把那个芍药重用啊，这个是第二类月经期剧痛。那第三类呢，那比较有意思，它是我把它归入其他痛经，它呢比较有特色，你要去看它的手。一般呢，如果是手心烦热的话呢，我们用温经汤。温经汤手心烦热，上次我们说过温经汤它主要组成部分呢，主要里面有吴茱萸汤，有四物汤。你这个人有血虚的里面，吴茱萸汤说明你有寒的里面，然后有麦门冬汤，说明你有那个虚而引发的这种发热在里面，然后还有一点那就是桂枝汤。既然发热嘛，我上次说过发热说明它有表证，还有桂枝汤这就是温经汤。第二类里面除了手心烦热，还有一个手心冰冷。手心冰冷呢，我们用附子汤。附子汤呢跟木土水三个都有关，他手脚冰冷的，那我们也给他用附子，然后呢我们还用到他的那个应该是茯苓素，还有那个他的芍药，还有一味呢他的那个茯苓，刚才说过茯苓。这个药呢好，再加味人参。这味药呢是肝脾肾全部兼顾，适合于人呢偏冷的人，所以这个是叫其他分类。所以痛经如果发生，你就用这个三个里面你找一下，如果找不准，那你先吃一个药试试看。一般的话，如果3天里面如果没有效果，那你就用错了。最后我来补充一句，经方大家千万不要去怕，也不用说是不是要找我来那个治疗，其实不需要，因为中药它本质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茶。经方、伤寒论、金匮要略这种书呢，在古代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家庭妇女看的，不要怕，大胆的试。经方里面除了某些很少的极少部分汗吐下，就是发汗很厉害，吃了以后你吐得很厉害，然后吃了以后拼命腹泻，除了这几种情况下呢，其他都不会有问题。而且往往是你有可能估计错了，但是你为什么往那里估计？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的想法肯定有一定道理。人不可能只有一个症，人有可能有很多的症，往往你是考虑了比较次要的症，
其实喝了对你也有好处的，所以不要怕。中药就是跟我们蔬菜差不多，大胆的吃。好，那就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，请大家尽量打开字幕来观看，谢谢，谢谢。